咱们老说反垄断，反垄断的监管机构到底是谁？监管机构怎么判断你是垄断？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讲打工人 Lisa。最近我一直都没有更新，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生了个宝宝，恢复了一段时间。最近逐渐开始构思接下来的几期视频，感谢网友们的耐心。Alaska Airlines has announced plans to buy Hawaiian Airlines for nearly $2 billion. Alaska and Hawaiian combined will be called Technically American Airlines. 最近一直想做一期视频讲一讲兼并合购，没想到前些天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拿过来讲，就是您刚刚看到的这个美国讽刺搞笑节目 Saturday Night Live 周六夜现场讲到的阿拉斯加航空收购夏威夷航空的新闻。我们谈到一个兼并收购，其实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分析，比如被收购的公司如何估值，收购方和被收购方之间的谈判，对于被收购方的尽职调查，也就是递地。今天我们来着重讲一讲和航空业格外相关的一个话题，监管机构对于并购的影响。The 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sked a court to temporarily block Microsoft's proposed purchase of Activision Blizzard. They want to halt the deal before its expected closure on Friday. Now to the nearly $4 billion potential merger between JetBlue and Spirit Airlines. The Justice Department is suing to stop the deal. Gio Benitez is back now with what this could mean for airfare. 一会儿是 FTC， 一会儿是 DOJ。那这两个好像都是美国在联邦层面上对于并购的监管部门。其实这两个部门确确实实都是反垄断的监管方，他们之间的职能确实有重合。我们在这里可以简单的说一说。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FTC 和 DOJ 分别代表什么。FTC 的全称是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联邦贸易委员会。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美国政府机构，它成立的宗旨是保护消费者，以及依据反垄断法进行民事方面的执法。DOJ 的全称是 Department of Justice， 中文叫做司法部。它虽然叫司法部，但是在美国政府的三权分立当中，不属于司法，是属于行政部门。那么司法部长是直接汇报给美国总统的，是美国总统内阁的一部分。它的宗旨是保证法律的施行，维护美国政府的法律利益，保障法律对所有公民平等，并打击国内或跨国犯罪。大名鼎鼎的佛伯勒就是司法部下属的一个机构。那我们说司法部对于反垄断的监管，主要是其下属的一个叫做反垄断局 Antitrust Division 来负责的。FTC 和 DOJ 下属的反垄断局之间有合作，也有各自擅长的负责的领域。它们之间的不同主要有4点。第一点是行业的不同，在实践当中，双方根据各自专业程度进行分工。因为 FTC 旨在保护消费者，它负责的行业包括消费者花费比较高的行业，比如医疗、制药、专业服务、食品、能源、互联网等等。去年 FTC 叫停微软收购动视暴雪的案子就属于这一块。那司法部则主要负责经济中流砥柱的行业，比如通信、电子、金融、钢铁、航空业。之前司法部试图通过起诉禁止 JetBlue 和 Spirit 的并购，就属于这一块。所以在上面我们提到的航空公司之间的并购，就是由司法部来调查的。第二个大的不同在于民事和刑事之间的区别。刑事案件的话，只能由司法部负责调查；民事案件，司法部和 FTC 都可以调查。那反垄断里面怎么算是刑事呢？这里面可能包括固定价格、串通投票、分割市场和违反合同等等。举个特别的通俗的例子，比如你和你的竞争对手都在城里卖包子，你们俩之间打价格战打得不亦乐乎，本来可以卖到8块钱的包子，被你们俩打到只有5块钱。然后突然有一天你悟了，你给你的竞争对手打了个电话说，哎兄弟，咱俩别争了，这么着吧，
我以后就只在东城卖，你就在西城卖，咱们俩都可以把价格提到10块钱，各自垄断各自的市场。你以为你这是聪明，但是其实你这个行为已经吸引了司法部的注意了，因为你跟你的竞争对手这个做法就是典型的固定价格和分割市场，这个是要负刑事责任的。第3个他们之间的区别也比较好玩，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新闻媒体报道的这2个机构的新闻的时候，媒体的用语都是 FTC 叫停了某某交易，但是 DOJ 就是起诉谁谁谁。这个叫停和起诉之间的区别是带有文章的，就是这2个机构的角色。我们前面说过 FTC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府机构，但司法部作为总统内阁的组成部分是直接向总统汇报的。在调查反垄断案件当中， FTC 其实是有权利自行做出禁止某某合并交易的决定的，它只需要向联邦法院申请禁令禁止这个合并交易。所以媒体说的 FTC 都是 FTC 叫停了什么什么交易，那么被禁止交易的买方和卖方呢，则需要百般迎合 FTC， 通过改变交易架构啊、条款啊等等做出妥协，跟 FTC 达成和解。但是 DOJ 呢是没有权利直接叫停某某交易的，但是它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禁止合并交易。但其实大多数案件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以停下和解结案的。那第4点 FTC 和 DOJ 之间不同呢，就是 FTC 只在保护消费者，除了反垄断案例之外呢， FTC 还忙着调查其他案件，比如虚假广告啊、身份盗窃啊等等。讨论完监管部门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调查内容。这里我们重点讲一下监管部门是如何判定一个收购是不是损害消费者的权益的。我们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并购并不都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的。并购对消费者的影响可以简单分为正面的和负面的。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削减成本带来的效率提高，比如2个企业合并到一起去了，它们之间重复的功能可以去掉一些。咱们拿 Amazon 和 Whole Foods 举例，2个零售商合并，那么它们之间的供应链就可以合并到一起，创造一些成本上的协同效应。那么企业就可以把这部分削减的成本带来的利润，通过更低的价格让给消费者。并购给消费者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主要在垄断这边，这也是为什么监管部门都管他们自己叫反垄断机构。那么咱们都知道，垄断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可以提高价格，让消费者受损。所以咱们几乎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反垄断案例实质上都是并购方和监管方之间关于这个交易到底是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率提高的作用大呢，还是带来的垄断效应大？换句话说，并购之后的商品价格到底是会如何变化？到底是因为企业效率提高而价格变低，还是因为企业拥有了垄断地位而价格变高？所以事实中打的反垄断的官司，你都会看到并购方在努力地向公众和监管方证明，我们并购是为了消费者的福祉，提高效率，降低价格。但是监管方就是在努力证明，你说这些都是胡扯，你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形成垄断地位，这样你才可以提价。那在实践中，反垄断官司的分析它有自己一套逻辑，在双方扯皮是否构成垄断时，这个过程基本可以分为2步。第一步就是你说并购的企业试图垄断，那它是在哪个市场垄断呢？这个市场我们首先需要定义一下。为什么定义这个市场格外重要呢？是因为这个是判定这个并购是否构成垄断嫌疑的所有讨论的基础。举个例子，比如阿拉斯加航空收购夏威夷航空这件事儿，阿拉斯加航空想要怎么定义这个市场呢？它会尽可能大的描述这个市场，比如整个美国国内的民航市场。但是 DOJ 如果想起诉他们的话呢，会尽可能小的去描述这个市场，这样才好证明这桩交易会影响一个市场。比如这个小的市场可以是美国西海岸的市场，这也是阿拉斯加、夏威夷2家的主要市场。甚至如果再绝一点的话， DOJ 可以说这个市场是单纯的从美国西海岸飞到夏威夷群岛的这样一个市场。那如果简单的只看这个市场的话，那么这2家航空公司一合并，绝对会
对这个市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为从美国西海岸飞到夏威夷的航线并不多，主要的航空公司可能就是阿拉斯加、夏威夷和西南航空。那么如果这3家里面的2家合并呢，对于市场的影响将是巨大的。所以 DOJ 为了说明影响的重要性，会尽量把这部分市场往小了说。那么第一步我们定义好市场之后，第2步就是来计算一下对于市场影响到底是大呢还是小呢？这里面有一个专业的概念叫做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缩写为 HHI。 这个是一个衡量市场有多接近垄断的因子，它的范围是0到1万。那怎么算的呢？咱们举个例子，如果这个市场里只有1家公司的话，那大家知道这家公司就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那它的市场份额就是 100%。 HHI 怎么算呢？就是用每家公司的市场份额的平方把它们都加起来。比如这个垄断的公司市场份额是100，那么它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就是1万，那么这个市场的 HHI 就是1万，是 HHI 可能达到的最高值。那如果我们这个市场有2家公司平分秋色，各分 50% 的市场份额，那么这个市场的 HHI 就是50的平方再加上一个50的平方，就是5000。那如果我们想象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这个市场里有无限家公司，每个公司分到的市场份额是多少呢？是0。那么0的平方还是0，无数个公司的0加到一起还是0，所以 HHI 能取到的最小值是无限逼近的0值。所以 HHI 从0到1万之间取值，越小竞争越激烈，每家公司对市场的影响也就越低。HHI 越大就越靠近垄断，每家公司就能够对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实际调查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什么时候监管方更可能来 challenge 你这个并购的交易呢？基本上有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这个市场本来就是高度集中的，定义呢就是你的 HHI 大于2500。那我帮大家算了一下，这个密集程度相当于4家公司平分这个市场，每家公司占25%的份额。第2个条件就是你这个并购实行了之后，这个市场的 HHI 会提高200点以上。那我们看一下阿拉斯加航空收购夏威夷航空的这个案例里， HHI 应该怎么计算呢？首先，还记得我们刚刚说的需要找到这个市场的定义吗？我们刚刚说阿拉斯加航空和夏威夷航空肯定是希望把这个市场往大了说，这样他们2家公司对市场的影响是不是就比较小了呢？我们假设他们想把整个美国国内的民航市场定义为一个市场，那么美国国内的民航感激美国交通部的数据，大概呈现这样一个分布。前4位是达美航空、美国航空、西南航空和美联航，每个大概是占17%左右的市场份额。那么阿拉斯加是排第5，夏威夷排第10。把这个所有的航空公司算下来，因为咱们不知道这个 other 其他这个 7.6% 是怎么分的，那我们就按照 HHI 最高的可能性来计算。那么所有算下来，这个美国国内的市场 HHI 大概在1280，这个是最高的可能性。对照之前的表格，我们可以看到1280的 HHI 其实算不上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市场。那这也符合我们对于美国国内民航市场的认知，因为大家知道，尤其是前几大航空公司，他们之间的竞争可谓是非常激烈的。那么我们再好奇算一算，如果排在第5的阿拉斯加和排在第10的夏威夷合并了之后，会怎么样影响这个市场的 HHI 呢？我帮大家算了一下，合并了之后，这个 HHI 会升到1300左右。所以大家看呢，合并前后其实只增加了20左右。那么无论是整个市场的密集程度，还是合并之后和之前比密集程度的变化，都算不上一个典型的反垄断案例。那么我们如果把市场缩小呢，咱们可以看看，如果只算非夏威夷的航线的话，感谢纽约时报提供的数据，市场份额大概是这样的：夏威夷航空是这个市场的老大，大概在22%左右；美联航在19%左右；阿拉斯加在16%左右；
其他人瓜分剩下的43%。那我们估计一下，并购前的市场的 HHI 最高可以到1734左右。这个数字虽然还没有达到2500，但是比刚刚那个全美国内的市场大了很多。然后如果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合并了的话，那 HHI 可以达到2438左右，增加了700点。这个并购算是对于这个市场将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如果我是监管者的话，我就会着重看这个飞往夏威夷的市场。那这样的话我就比较好说，你们这个并购将给这个飞往夏威夷的市场的消费者造成不利的影响。当然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2个条件也不是圣经，监管者还会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航空公司对于价格的定价策略，这也是他们反对 JetBlue 和 Spirit 并购的一大原因。虽然 JetBlue 和 Spirit 都不是最大的航空公司，但他们是最大的联航，很多消费者都只做联航。那如果你们俩合并了之后，相当于对只做联航的消费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作为监管者的话，不管你 HHI 是多少，我都要出来管一管。好了，今天我们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欢迎您点赞、订阅。B 站小伙伴一键3连，下一期再见。